Hey what's up YouTube，我係 Valerie，一個中意研究個人成長嘅內容創作者，歡迎翻到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今日想分享嘅呢，就係我睇過嘅呢一本書，叫做《人性的弱點》。其實呢，英文呢個名呢叫做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所以呢，其實係呢個作者卡內基教你點樣贏得友誼並影響他人。作者呢，卡內基 Dale Carnegie 係一個20世紀最偉大嘅溝通與人際關係學大師。作者咧其實已經喺1955年都過咗身㗎啦，但係到今時今日仍然都係一本暢銷嘅書籍。所以佢書裏面教嘅其實都係一啲非常之實用性高嘅內容嚟嘅。而我想分享嘅呢，就係呢本書裏邊有3點我覺得最有共鳴嘅地方。第一點呢，就係永遠做個好聽眾。造物者呢，賜予人呢有2隻耳朵、1張嘴巴，意思呢，即係要多聆聽少說話。點解會對呢一點咁有共鳴呢？因為好多時我同朋友傾偈呢，其實我都唔會 expect 佢哋記得太多嘅，尤其係男性朋友。當一啲嘅男性朋友記得我曾經講過啲咩時候呢，其實我都會話：喂，點解你會記得嘅呢？有啲 friend 嗰個 feedback 就係梗啦，friend 嚟噶嘛，friend 梗係記得噶啦。咁所以就會令到我更加願意咧去同呢啲嘅朋友去講我曾經即係經歷過啲咩嘢啊，或者最近發生啲咩事啊之類咁樣。相反地呢，如果遇到一啲朋友呢，佢唔單止冇聽你講咩啦，佢仲可能會不斷咁樣去將所有話題都拉翻喺自己身上呢。呢一類嘅朋友呢，我就比較冇咁願意去分享我自己嘅事俾佢聽啦。作者咧都舉咗一個故事去做例子啦，就係話佢有一次參加咗一個出版商嘅晚宴啦，咁啊認識咗一個植物學家喎。佢從來咧都唔認識植物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咁佢講嘅所有嘢佢都覺得好有趣啦。咁啊坐咗喺佢側邊咧就靜靜地聽佢講嘢啦。咁亦都教識咗好多咧佢對於植物嘅一啲嘅常識啦。直到呢一個晚宴結束之前呢，咁佢聽到呢個植物學家咧就同呢一個晚宴嘅主人去分享啦，就讚作者咧有知識啦，有思想啦，同埋好健談啦，同埋同佢傾偈咧，佢得益唔少啊！但事實上咧，作者幾乎都冇乜講過嘢，因為佢對植物學呢一樣嘢咧，其實佢一啲都唔識嘅。佢只係好專心咁樣聆聽，同埋咧喺佢面前咧表現得對佢講嘅嘢咧非常之有興趣，而俾呢個植物學家感受到咧就係佢有留心聆聽嘅，所以佢先至會喺嗰個主人面前去讚佢啦咁樣。其實都真嘅，因為好多時人與人之間傾偈，尤其是咧對方係你啱啱認識嘅人，其實傾偈嘅內容一啲都唔重要嘅。最後嗰個人帶走嘅唔係淨係傾偈嘅內容嘅，而係對方俾自己係一種咩感覺。所以咧用心聆聽對方講說話咧，其實係給予對方一種讚美，而佢可以帶俾人滿足同埋喜悅嘅。如果你想自己成為一個好好嘅談話對象呢，就記得先從聽眾做起，無時無刻咁樣去請教人哋呢，讓佢哋高興咁樣回答問題，鼓勵人哋多啲談論自己嘅事。而第2點呢，就係了解人哋嘅需要並給予佢最渴望嘅嘢。你有冇試過去釣魚呢？我相信你冇去過釣魚，亦都知道釣魚用做嘅魚餌一定係蚯蚓啊，或者一啲嘅蟲仔啊，先至可以成功釣到魚㗎，係咪？會唔會用一啲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就可以釣到魚上嚟呢？例如芝士啊、蛋糕啊、糖啊、朱古力啊，會唔會咁樣就釣到魚呢？似乎機會就微啲啦。所以作者咧就話唔好再計較我哋自己嘅需要啦，想要真正影響人呢，就先要搞清楚對方需要啲乜嘢，幫助佢得到。例如勸一個人去戒煙啦，就唔係話你啲煙味好臭影響到我，而係去等佢明白到，如果繼續食落去呢，會影響到你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可能影響到佢嚟緊有個棒球比賽啦。又例如去坐巴士，坐喺後面嘅嗰個小朋友係咁踢凳，但係你擰轉頭準備去鬧佢，或者甚至話佢個家長，喂，你踢到我，喂，你影響緊我。其實好多時對方可能即刻嗰一下會純粹係覺得受到冒犯，而去反駁自己嘅行為嘅。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勸佢，譬如小朋友係咁亂喐，
令到你坐得好唔舒服嘅，可能就要諗一諗方法，去從對方嘅角度去諗呢件事啦。就例如小朋友亂咁喐，可能佢會跌倒受傷㗎喎，就同個家長去講呢樣嘢。當佢哋醒覺到係喎，真係會亂喐，可能受傷之餘，其實可能真係整到你呢咁樣。所以我哋其實係要諗究竟點樣讓對方能夠心甘情願去做呢一件事，完全以自己嘅需要去到要求人哋呢，其實會惹嚟對方嘅怨言啦、責備啦。多數人係想要咩呢？人嘅渴望會係咩呢？要嘅係自尊心，要嘅係被重視嘅感覺。所以作者呢就話，如果你睇完呢本書，你會開始去學習，企喺人哋嘅角度去諗，人哋嘅立場去為佢設想，咁已經係值回呢個書價㗎啦，教你一生受用不盡。自尊心同埋受到重視嘅呢一種感覺，其實可以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嚟嘅啫，好簡單，只要你身邊嘅朋友、屋企人、同事，其實只要對方記得你個名呢，就已經即時有一種被重視嘅感覺。所以點解嗰啲籌款節目啊，當你有一啲善長去捐咗錢之後，咁電視好興有一排嗰啲字走出嚟，就話陳小朋友捐咗100蚊咁樣嘅，又或者有一啲嘅捐書啦，或者一啲捐贈啦，慈善機構啊，捐咗一啲嘅古物出去。俾啲博物館啊等等，為嘅呢都係希望喺呢一個嘅博物館裏邊呢，就留有記錄，令到佢哋嘅名呢可以繼續留喺呢一個館裏邊呢，就繼續長存。係因為人呢對於自己嘅名呢係有強烈嘅自重感，非常之希望呢可以名垂青史嘅。其實都真嘅喎，因為有陣時會，尤其係一啲大人物啦。例如生活中有啲咩嘢可以係大人物呢？就係上司啊，又或者一啲高層啊、老細啊。其實你作為一個小員工，你會俾一啲嘅高層記得自己呢，其實你都會有一種覺得哇，好似有人記得自己喎。所以商業上呢，亦都有用到類似嘅銷售策略嘅，就係將佢哋嘅一啲嘅 product 刻上個客嘅名啦，客人都會覺得零舍想要嗰個嘅產品咁樣嘅。所以作者都有提及咧，如果要改善同人溝通嘅呢，其實花啲心思去記得對方嘅名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第三點呢，就係放棄任何爭辯，才是處事的上上策。呢方面體驗好深啊，因為其實人大咗去到咁上下年紀，因為有一定嘅認知呢，當你遇到一啲剛認識嘅人啦，咁可能佢嘅認知同你有出入，你就會覺得你嘅認知好似被冒犯到啊，又或者係大家嘅認知唔同嘅時候呢，有一種想同佢去拗到底嘅衝動嘅。書入邊亦都用咗一個呢作者嘅學生嘅故事去做例子嘅。咁呢個學生呢，其實係一個銷售員嚟嘅，咁佢個性情呢，就比較急躁啦。每當呢個客對佢賣出嘅汽車提出疑問嘅時候呢，佢原本呢其實都係力爭到底嘅，所以呢，每次都會同啲客去做爭拗嘅時候呢，就令到佢一架車都賣唔走。所以呢，呢個銷售員呢，就去到作者創辦嘅呢個人際關係訓練班啦，就問下佢究竟點樣處理啦。作者呢，就冇教佢呢究竟要點樣訓練口才，而係呢，就要佢注意一下一個拗到底嘅過程，要佢收斂一下，避開所有嘅口角。咁呢個學生最後係點樣成功嘅呢？每當呢有一單生意上門啦，咁聽到對方即係個客，如果佢話咩話，你個公司嗰啲車啊，送俾我都嫌雅頂啦，我覺得你公司車好差嘅，我寧願買第二個牌子 B 牌嗰啲車好過啦。比起平時咧，呢個 sales 咧一定同佢拗到底啦，係咪？咁但係今次咧，佢聽咗作者呢一個訓練班講嘅嘢，佢就咧冇同佢拗，甚至咧認同佢講嘅嘢。佢就話啦：係啊，先生你講得好啱啊！你講嗰個牌子嘅車真係好好嘅，買佢哋車絕對係啱啊，因為佢係名牌嚟噶嘛。咁變咗咧，呢個客咧就冇聲出啦，因為佢講嘅嘢已經得到肯定。呢個 sales 咧就轉移視線啦，就重新去推介翻佢公司嘅車嘅優點啦，或者佢啲銷售情況啦。比起以往佢嘅一貫做法呢，對方一定係話佢間公司嘅車係一定係唔好嘅，對方只會覺得佢嘅觀點、佢嘅論點呢得到冒犯，所以呢，佢必須要有一種
去保護自己嘅想法嘅行為就會做出嚟嘅，即係佢會繼續同佢去反駁啦。所以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到最後呢應該係拗唔掂數嘅。對於呢個 sales 呢係冇任何得着嘅，浪費咗好多呢啲爭拗嘅時間喺呢個客身上，最後甚至導致一架車都賣唔出。無論你講嘅觀點係啱定係錯，喺對方嘅眼裏呢，其實一啲意義都冇嘅。其實我最近身邊都發生咗一啲類似咁樣嘅事，拎翻出嚟同一啲朋友討論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其實同對方拗呢係冇意思嘅，因為你點樣拗，你點樣去話俾佢聽，你點樣唔啱，對方都唔會變錯嗰一方嘅，所以其實真係冇意思嘅。反而呢，放棄所有嘅批評，去多啲了解對方，唯有完全嘅了解呢，先至能夠完全嘅寬恕。所以如果調翻轉啦，如果你遇到一啲人去同你爭拗到底嘅，你應該要點樣處理呢？作者呢就話，如果你願意承認自己或者有錯，無論你去到邊度呢，永遠都唔會引起爭執嘅。甚至咧，對方亦都會變得同你一樣，勇於認錯。因為基於任何人啦，當受到攻擊、受到批評，都會諗盡一切嘅辦法咧，去幫自己掩飾自己嘅錯誤嘅。但唯獨是咧，勇於認錯嘅人咧，先至係高人一等，受到重視嘅。當初買呢一本書嘅原因呢，其實就係我一個睇開嘅 YouTuber， 佢有介紹一本 exactly 就係英文版本嘅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咁其實呢本書呢，喺1937年呢就已經出版㗎啦，裏邊用嘅例子呢，其實就比較舊一啲嘅，所以睇起上嚟呢，就會覺得佢舉嘅例子呢係有啲唔係咁符合現實㗎啦。咁但係佢教嘅知識呢係非常之實用嘅。起初我拎到呢本書嘅時候，我就初覺得咦，點解咁薄嘅，得100幾200頁嘅啫。我懷疑我拎咗一個比較 simple edition 啊，應該有一啲新嘅 version 呢係比較齊整啲嘅，完善一啲嘅。初我諗緊買完呢一本，睇完呢一本，不如買翻本 full version 去睇啦。咁但係我而家覺得其實都唔需要啦，因為其實你睇晒成本書之後呢，我覺得佢教嚟教去其實都係要顧及就係對方嘅渴望，佢嘅渴求，即係了解清楚人究竟重視啲乜嘢，就從呢個角度去同人溝通呢，其實就可以減少好多嘅誤會啦，亦都係一啲更有效嘅溝通方法嚟嘅。咁所以呢本書呢，其實舊就舊咗啲，但係我都非常之推薦俾大家去一睇嘅，因為我覺得無論睇邊一方面啦，你係一個學生，你係一個已經出嚟社會工作嘅人，你係一個 sales， 你係一個喺公司上面一個小員工，其實咩人都適合嘅。我覺得呢本書，所以非常之推薦俾大家嘅。作為一個內向者呢，其實我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聽眾嚟嘅。之前呢，我就拍過一條呢，就係對內向者嘅6種誤解，咁你可以 click 翻喺呢一度睇翻啦。撳呢度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咁呢度呢，就係睇 YouTube 對你推介嘅影片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